大家都知道单板界的一个是谁？对，就是 Burton。而我们之前也说过 ，Burton 在运动界里面只是一个小角色，甚至算不上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公司。但是在单板界里面，他们就是一个帝国，一个巨无霸的存在。但第二名是谁呢？如果算上 market share， 然后算上品牌影响力的话，那二哥就是 Neidecker， 这个瑞士的品牌。那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品牌 Neidecker 可能不太认识哈，只会可能想到是不是那个 Supermatic 那个固定器 Supermatic 那个品牌？但其实 Neidecker 它这个集团非常有影响力。那大家可能也会听过 Yes、Rome 这些品牌。OK，how about Battalion 那个 logo 不知道怎么弄出来。大家如果没有听过 Yes， 没有听过 Rome， 大家应该会听过 Jones 这个品牌吧？对，也是 Neidecker 的品牌。大家应该也会看过32这双 Snowboard Boots， 对，也是 Neidecker。那他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有一个叫 Now， 也是跟 Biden 有关系的一家公司，然后有 Flow 也是一个跟快船有关系的一家公司。那他们跟他们之间有一些是透过 acquisition， 透过收购，有一些可能是 partnership 或者是 alliance。But 如果你去他们 Neidecker Group 的官网去看的话，就你看到这些品牌都是他们旗下集团里面的公司这样子。所以 Neidecker 这个商业模式还是蛮特别，它有点像是初创公司的 accelerator， 有点像一个 private equity。然后他们的整个集团收集了不同的一些品牌，然后他们去提供这个后台。我们看一下他们怎样去做的。一个单板品牌，你要考虑 supply chain 里面的 logistic， 里面的 inventory， 你要考虑 finance operation 的东西，你要考虑 marketing 的东西，你怎么去卖出去？最重要，你要考虑它的 sales network， 怎么把你的产品 distribute 出去。所以你滑雪滑得像 Jamie Jones 这么厉害也没办法，你搞不定 sales network， 你搞不定 supply chain， 你搞不定 marketing， 你搞不定 operation。但是你跟 Neidecker 一起合作的话，就可以他们帮你搞定所有的事情，你专心去设计你的产品就好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为什么 Neidecker 可以帮你搞这么多东西？那 Neidecker 其实100多年前就成立了，那他们的家族就是做木工的。那我们所称的 Swiss 工艺、瑞士工艺、瑞士技术，那他们很早就可以有这个 DNA 的存在。那 Neidecker 后面就一直做双板的一些设备，那毕竟在欧洲嘛，我认为真的是一个蛮有前瞻性的一个举动，就是1980年代单板还是刚刚开始没多久，然后 Neidecker 就进场，就开始做这个单板。那怎么说都好， Neidecker 其实就是单板里面其实非常早进场去开始发展的一个品牌。再算上他们在双板的领域，其实他们在做这一块snowboarding skiing 的 business 其实有非常久的一个历史。supply chain 做 sales network 做这些 operation 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手到拿来。但他们缺的是什么？我认为他们缺的就是 branding。 Neidecker 直到今天，我觉得 Neidecker 就欧洲品牌，瑞士工艺，品质很好，但没有非常清晰的 DNA。 因为在 snowboarding world， 你的 DNA， 你的 narrative 也非常重要。So 他们有他们的 portfolio 去弥补这一块。让我们看一下 Neidecker 里面 portfolio 的不同品牌，他们的 DNA， 他们的定位是什么？第一个 Rome。Rome 是一个美国东岸的一个品牌，他们真的是非常 hardcore， jibbing park well， 基本上是有什么就玩什么。因为在美国东岸 for reference， 其实那边的雪场就很 icy， 有点像大陆的雪场，很 icy 很冷。那很多人也会在那边 park 去玩。那听起来 Rome 是不是跟 Neidecker 他们的 DNA 就是在一个 spectrum 里面有两个不同的 positioning， 所以跟 Neidecker 他们本身的品牌有非常好的互补性。
那 Yes 也是一个比较 freestyle focused 的品牌。可能是跟 Roam 相比，它可能是 All Mountain Freestyle， 不一定是 Park。但 freestyle 也是一个非常 freestyle 的品牌 ，Battalion 也是 freestyle， 但他们 innovate 比较大胆一点。For more than 17 years, Battalion has led the industry in 3D shape technology. 第四个 Jones 我觉得大家熟悉的点 ，Big Mountain Freeride 大山的品牌 ，Jamie Jones 就是 Big Mountain， 所以他们的产品定位、他们的 DNA narrative 都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 common 的地方是什么？他们的品牌都是 rider driven， 是不是跟 Burton、跟 K2、跟 Salomon、跟其他的一些双板公司、单板公司，是不是有一点区分开来？对，我觉得这就弥补了 Nideca 他们自己品牌的一些弱项。那大家去购买、去选择这些产品的时候，不一定会看到有什么好处，但这个 model 其中一个好处就是 create synergies。我给大家一个 example， 大家就会明白，非常 obvious。Bidens Phase 的 Supermatic Phase 这种快创技术，大家想一想，其实他们的 mechanism、他们的设计原理其实都差不多。没错 ，Supermatic 还有 Phase 其实都是 Nideca Group 里面的 technology。那 Supermatic 大家也知道，就是给 Nideca 自己 暂时 exclusively 去用。那 Phase 就交给他们旗下的 Roam、Battalion、Jones。然后我们其实前面提过 Now 也是 Nideca 其中的一个品牌。那 Now 其实是做固定器的，那他们的 R&D capability 还在。那里面其中一个技术叫 SKATEC，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但这一期我们先不讲器材，如果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SKATEC 是什么。那他们这些品牌都用了 SKATEC。那另外一点，其实他们有一些 strap 是可以互换。那我觉得他们的有一些技术其实也有共享，就 Battalion 的 3D 技术，在 Jones 也会看到有一些痕迹在。虽然他们的品牌有自己的 DNA， 有自己的定位，但 technology 上我觉得他们有分享到，他们的 R&D 上面有分享到 ，Face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 model 这么好的话，为什么 Burton 不去做了 ？Burton 更有钱，更多 cash， 更多 assets， 为什么不去做收购其他的一些小的品牌呢？去 create 这种的 synergy， 譬如是 step on， 那硬币有正面也有反面。那这个 model 我觉得缺点就是 cannibalization。这些品牌虽然他们都有自己的 narrative， 有自己的 DNA， 有自己的 position， 但说实话 Jones 他也有 True Twin 的板子，说实话 Yes 他也有 Freeride 的板子。他们之间的品牌可能也会互相竞争。那 It's obvious， 我认为这种互相竞争、内部互相竞争会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他们的 profitability， 影响到他们的 revenue。所以这也是我自己个人认为，虽然我没有 evidence， 但我个人认为为什么 Burton 不去做类似的一些收购，他也有收购。我觉得其中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他们的 Arnold 头盔还有眼镜。但是如果是板子的话，他们其实之前也有收购 Forum， 主要是做 freestyle 的，但后来也没有了。那我觉得或多或少就是因为 collaboration 的一个原因，他们的 logo， 他们的 Burton 这个 logo 比较值钱，所以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我认为第二个 con 我觉得也是 business 上的考虑，我可以加入 Nideca Group 这个 family， 但我也可以离开。对 Yes 就宣布了他们下一年就会宣布独立，这个决定对他们的产品会有多大的影响现在还不知道。Yes 也有用 SKATEC， 所以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 binding 也不清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会稍微比传统上的 acquisition 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一个存在，但当然每一家公司他们的协议不一样，要 case by case 去看。但 Burton 以我所知，他们的 culture 是比较更冷血、更看重数字多一点。
那我相信他们不会去允许这种风险的存在。But anyway,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觉得耐德克 ，OK， 耐德克这个品牌、这个集团对于 snowboard 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那虽然我对 Face 没有太感兴趣，因为 honestly 我不太介意我去绑一下我的 bindings right，but 明显的，因为在这个 snowboard 上面其实没有太多地方可以让你 innovate，but they did. I mean 他们有 push 到这个 boundary， 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们有一个蛮 positive 的 contribution， 而且他们的产品也很好。在大家看到 Reddit 看到其他的 KOL 的一些 review， 通常对他们的产品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So 今天我分享就这么多，希望下次可以更多的去分享其他的一些品牌。Alright, see you next time.